我就是想问刚刚河里面的那个。别瞎指！找倒霉呢，跟我走。你刚才是作死，你知道吗？那东西能瞎指吗？回头再把你指河里去。大哥，那是什么东西啊？水鬼呗！打死我都不相信，彭雨思竟然又出了一部大尺度、限制级的中式民俗恐怖片。不同于之前的阴阳先生系列，这次的彭雨思讲述的是他作为东北出马仙的后人所经历的一系列惊悚诡异的邪乎事儿，让我这个南方人真正体验到了北方民俗的中式恐怖。全网疯传手机电量带7必刷恐怖片，说白了不过是幸存者偏差而已。其实真正的恐怖电影玄学藏在电量带4里，只有这时才能刷到这部北方中式民俗恐怖神作《祥云寺》。废话不多说，咱们马上开始。故事发生在东北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山村里，村里有个破破烂烂的祥云寺。别看这庙不起眼啊，10里8乡谁家要是有个撞个邪招了鬼，第一时间想到的准是庙里那个吊儿郎当的小马哥。这哥们儿整天叼着烟卷子，走路还一摇三晃，看着就是个街溜子。其实呢，他的背景可不简单，因为他就是东北马家的驱魔世家正宗传人，本事可真了不得。这天下午，一个村民连滚带爬的冲进庙里，脸都吓白了，扯着嗓子喊：又有人掉水里了，你快去看看吧！哎，原来山下湖里有个小男孩，好端端的突然自己一头扎进了水里，等被捞上来的时候早就没了气儿。到了湖边一看，小男孩嘴唇发紫，浑身冰凉，确实是死透了。可小马哥却丝毫不慌，说话间掐诀念咒：哎，你看这个，眼睛睁开了，李大爷快看的！哎，对，睁开了！可下一秒，平静的湖面上突然泛起一阵波纹，一个脸色惨白、浑身湿透的男人缓缓浮出水面，手里还拿着一个黑乎乎的竹筒。他一脸懵逼地看着岸上的众人，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竹筒。原来这哥们儿就是传说中的水鬼，专门抓落水的人当替身。刚才明明是他亲手把小男孩的灵魂装进了收魂桶里，怎么这会儿孩子又活过来了呢？水鬼是越想越不对劲儿，忍不住就打开了竹筒盖子。就在竹筒打开的一瞬间，一缕白色的雾气嗖的一下飞了出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钻进了小男孩的嘴巴里。紧接着哇的一声，小男孩居然真的哭了出来。这一下水鬼彻底傻眼了，他终于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了，不甘心的沉入了水底。只有一个站在人群后面的年轻女孩眼睛瞪得溜圆，刚才水鬼出现的那一幕被她看得一清二楚。这个女孩名叫小谢，是个专门调查灵异事件的女记者，她天生自带一只阴阳眼，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脏东西。这次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小山村，就是为了调查祥云寺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等村民们都散了，小谢赶紧追上去拦住小马哥，指着湖面就问：我叫谢有英，我就是想问刚刚河里面的那个。别瞎指！找倒霉呢，跟我走。你刚才是作死，你知道吗？那东西能瞎指吗？回头再把你指河里去。大哥，那是什么东西啊？水鬼呗。哦，可是你刚才……我跟你说啊，水鬼这东西专门在水里拿替身的活儿。这种鬼被水浸泡的时间长了，性格变得生性多疑。溺水的人救上岸之后，即使没有救了，也不能说，要说还有救，这样才能骗过水鬼。等他打开竹筒，魂儿飞回来，人就有救了，懂吗？哦，原来是这样啊！大哥你真厉害。小谢听得那是目瞪口呆，心说这也太邪乎了。他赶紧表明身份，说自己就是专门来调查祥云寺的记者。小马哥一听记者俩字儿，眼睛立马亮了，这不就金主爸爸吗？二话不说，拉着小谢的手就往祥云寺跑。到了祥云寺，小谢左看右看，发现这就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破庙，一点都不像网上说的那么邪乎。到了晚上，他实在忍不住，就问了小马哥：哎，马哥，那个对了，网上说这个寺庙是给鬼开的。小马哥这时神秘一笑：你花钱了还怕看不着啊？那我什么时候能看到啊？晚上1点50准时叫我，别晚了啊！好不容易熬到了凌晨1点50，小谢准时叫醒了小马哥。小马哥不情愿地递给他一盏煤油灯，严肃地叮嘱道：拿着。什么呀？一会儿不管看到什么，千万别让灯灭了，听见吗？小谢那叫一个激动，紧紧攥着煤油灯。接着小马哥就带着他来到了寺庙的院子里，点燃了那盏煤油灯。就在灯被点亮的一瞬间，小谢的阴阳眼突然变成了血红色。
眼前的场景也开始慢慢变化，原本空荡荡的院子突然挂满了绿色的灯笼，下一秒无数个鬼影在院子里飘来飘去，不停地重复着死前的动作，看着小谢是头皮发麻，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小马哥看他震惊的表情，淡定地指着院子里那些鬼魂给他介绍，你看这个鬼，生前贩毒，制造假药祸害他人，死后就是这样。少说要在这待上30年才能前往阴间接着受罪。那这个鬼呢？不孝父母，殴打霸妻，死后要在香炉前打毒自己36000个耳光，才能前往阴间。但凡生前搬弄是非、亵渎三光、祸害他人家庭者，死后要到庙里用眼泪擦拭台阶。什么时候台阶能够反出人影，什么时候才算赎清罪孽？你每天都干这个吗？对啊，不过再有1年，我也就不用干了。就在这时，小马哥的兄弟李二友牵着一头老黄牛走到院子里。小马哥见状，嘴里念念有词：黄牛，你听话，驼铃喝脏水是你的活，拉上明灵头朝西，一路下到通彼岸，好好干。今天晚上能走的，赶紧过来。原来这就是小马哥留在这里的原因，他每天晚上都要给这些孤魂野鬼超度引路，让他们按顺序去投胎。话音刚落，那些鬼魂自动站成一排。这时一阵阴风吹过，小谢的眼睛突然一阵刺痛，他揉了揉眼睛再睁开，刚才那些恐怖的景象竟然全部消失了，院子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有那个纸扎的黄牛还静静地立在那里。处理完超度的事情，3人就准备回屋休息。可就在这时，房顶上一滴水好巧不巧地滴了下来，正好落在了小谢手里的煤油灯上，滋的一声，灯灭了。小谢心里咯噔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是我的！小马哥脸色大变，他立刻掐指念咒，一道金光打在小谢的眉心，小谢惨叫一声就倒在了地上。可那水鬼根本不肯罢休，控制着小谢的身体疯狂嘶吼：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活着的时候就没钱没房，死了的时候还要受你们的欺负。我长得有错，我是无辜的。什么屁话！小马哥掐住小谢的脖子，厉声喝道。可就在这时，水鬼突然哭了起来。我的孩子才3岁，死的时候我的孩子才3岁。小马哥听到这话，手也不由得松了一下。小谢最后吐出一口黑血，终于恢复了正常。经过这么一折腾，小谢哪还能睡得着啊？小马哥见他吓得不轻，就带他出去散散心。结果俩人刚走没多远，一个男人急匆匆地赶过来，直接撞在了小马哥身上。男人赶紧道歉，小马哥看了他一眼，就发现了不对劲儿。送你一句话，小伙子啊，有些事情遇到了就是缘分，能帮就帮一下。还有，不好的毛病就改掉吧啊。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姓马，家住祥云寺。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可以到寺里来找我。男人也是听得一头雾水，心说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但还是点了点头，急匆匆地跑向不远处的救护车。原来这个男人名叫张全，是个医生。刚才医院接到一个求救电话，说有一个女人在附近的树林里上吊了，让他们赶紧过去抢救。可当张全和护士到达现场时，却发现树上吊着的根本不是人，而是一只死狐狸。张全当时就火了，破口大骂：这是谁这么缺德，拿这种事开玩笑？他让护士赶紧给医院打电话报警，可护士却说医院根本查不到来电记录，只知道这打电话的是个女人。就在这时，一阵阴风吹过，张全瞬间打了个寒战。可他再看向那只狐狸时，似乎有个女人的身影。但他也没有多想，满脑子都是晚上约好的麻将局，坐上车就回去了。可这天晚上，张全的手气背到了极点，打了一晚上，一把都没胡过，输得他眼睛都红了。这时旁边的牌友冷不丁地说了一句话：想胡啊，有多想？只要能让我胡，干什么我都愿意。可话音刚落，头顶上的电灯突然开始诡异地闪烁起来。等灯再亮的时候，张全低头一看，手里的烂牌竟然自己变成了清一色。张全当时就懵了，也顾不上多想，直接胡了牌。但接下来的事情就更邪门了，张全像是开了挂一样，一把接着一把胡，数钱都数到手抽筋。可就在张全得意忘形的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别赖账啊！喂，谁啊？全儿，怎么回事？你把小子拿着过来。
接起电话一听，里面竟然传来牌友不耐烦的声音。张全拿着手机瞬间僵住了，他再看眼前3个正在打牌的人，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借着昏暗的灯光一看，我的妈呀，这哪里是人呐？一个是白毛的狐狸脸，另外2个竟然是纸扎的小人。张全吓得是魂飞魄散，一声尖叫就晕了过去。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了一间废弃的破屋里，身上也是沾满了泥土。昨晚赢的那些钱也全部都变成了冥币。可再一抬头，镜子里的人正在朝着他坏笑。吓得他是连滚带爬跑出破屋，一路狂奔到了祥云寺。小马哥也不废话，直接让二友和小谢把张全按在了床上，紧接着对着他脸吐了一口烟。张全瞬间就安静了下来，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小马哥叹了口气说：“他到底被什么附身了？”狐师。狐师？就是成仙没成功的野仙亡魂。本来他们渡劫失败，只要有缘人救他们的话，就能活命。可这小子不走运啊，那是被人家讹上了呗，让他领房子出马城死了。那怎么办？还帮不帮？帮。那怎么帮？谈判。当天晚上，那只狐妖果然找上门来了。只见一阵紫色的烟雾飘进了屋里，张全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眼神瞬间变得妩媚妖娆，动作也娘不唧唧的。小马哥也不废话，直接点燃3根烟，试图和狐妖谈判。可谁知这狐妖根本不吃这套。老乡儿，您来了。按理说呢，您老来了，我们得7里街8里迎，10里都给你布下接风亭，热热闹闹把您迎。可是这条件也不允许，所以就准备了些哈拉气儿，管够管饱，有里有面儿，你看怎么样？少废话！那你要点啥？啥都不要。他收了我的钱，他这身肉就是我的，谁说也没用。小马哥也不是一般的炮，见软的不行，那就只能来硬的。只见他拿起桌上的白酒，咕咚咕咚干了一大口，大喝一声。话音刚落，小马哥身上突然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场。自己找路走。那狐妖瞬间感知到了胡七爷的气息，吓得他是浑身发抖，直接瘫倒，最后连滚带爬的从张全的身体里逃了出去，一眨眼就没了影儿。原来这胡七爷正是东北狐仙的太爷，排行老7，更是出了名的狠角色，就连马家的人见了都要让他3分。一个小小的狐妖哪敢跟七爷作对啊？解决了狐妖的事情，3人都松了一口气。到了第2天，小谢也即将离开祥云寺了，小马哥特意做了一大桌子好菜，准备好好庆祝一下。可就在他们吃得正香的时候，突然听到呼隆一声巨响，原来寺庙门口那个傻小子为了抓一只蟋蟀，竟然把井口那块镇压妖物的大石头给搬开了，几人还在里面吃呢，根本就不知道出大事了。直到晚上睡觉时，小马哥瞬间脸色变得惨白，拔腿就往镇压妖物的井口跑去，这才发现完蛋了，因为这口井里镇压的可不是普通的小鬼，而是一个修炼了上百年的尸妖。清朝末年有个叫金娘的邪教道姑，专门用邪术害人，马家祖先和他大战了3天3夜，才终于把他斩杀。可他的怨气实在太重，头颅不腐，肉体不散，竟然硬生生修炼成了尸妖。马家祖先没办法彻底消灭他，只好把他镇压在这口井里，和其他6只大妖一起，由马家世代看守。现在尸妖被放了出来，后果不堪设想，他肯定会去放出其他6只妖，然后血洗祥云寺，报复马家。果然当天晚上，医院的停尸间里，一具女尸突然睁开了眼睛，从停尸床上坐了起来。第2天一早，这具女尸就出现在了祥云寺的大门口。警察很快就来了，
但作为祥云寺的负责人，小马哥自然就被当成了头号嫌疑人，被带回了警局配合调查。临走前，小马哥赶紧叮嘱俩人，今天晚上他一定还会再回来的，所以你们千万小心，记住10点以后不管谁敲门，开门就打，往死里打，听明白了吗？可就在小马哥被带走后，俩人提心吊胆的等到了半夜，果然到了深夜，门外就传来了哐哐的敲门声。二友壮了胆子问：谁啊？赶紧开门，快点！可门外却传来的是小马哥的声音。二友也不长点心，直接就开了门。可谁知下一秒，还好小谢眼疾手快，举起柳木剑，对着鬼爪就狠狠扎了下去。恶鬼吃痛，瞬间收了回去。可俩人刚松了口气，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我快开门！还他妈来！滚远点！你疯了吗？你不开门，外面太危险了！老子信了你的邪，我给你开门。就是你儿子！小谢和二友犹豫了，这到底是真的小马哥吗？还是尸妖变的？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开门就扎。于是二友猛地拉开门，举起柳木剑就往对方身上扎去。小马哥气得一巴掌拍在二友的脑袋上，二友这才看清楚，眼前果然是真的小马哥。可就在这时，二友突然浑身抽搐。原来刚才尸妖趁乱附在了二友身上。100年了，整整100年，今晚上我要血洗祥云寺，杀尽马家人。小马哥这下可不敢大意了，立刻掐指念咒，请神上身。隔风仙驾，四我无畏，披荆斩棘，不惧惊雷，不作速道，族民御风，谁来助我？下一秒，他身上金光一闪，一只威风凛凛的猛虎虚影出现在他身后。虎神附体的小马哥瞬间就和尸妖大战在一起。可这尸妖毕竟是修炼了上百年，实力强悍的可怕。几个回合下来，小马哥不仅没占到一点便宜，甚至还被打得节节败退，口吐鲜血，眼看就要撑不住了。这时他灵机一动，借着尸妖的攻势，拼命地往大殿门口爬。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跪在了佛像前，默默念起了经文。就在这时，大殿里供奉的金佛突然发出了耀眼的金光，无数道金光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色手掌，朝着尸妖就是狠狠的一个大逼斗。这100年尸妖还没来得及惨叫，就在金光中化为了灰烬。随着尸妖被消灭，祥云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看完这部片子，其实我感觉呀，鬼神从来都不是无端的惊悚噱头，而是人间善恶的具象化。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只要行得正，做得端，不贪不恶，就算真正遇到鬼，他也不敢把你怎么样。说白了，这世间最大的鬼神从来都不是那些青面獠牙的怪物，而是藏在人心深处的欲望与执念。只要我们心存善念，多做好事，就永远不会被邪祟缠身。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听雨，关注我，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